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觉得相当好用的一个绘图软体，叫做 BioRender。我到瑞士工作的这段时间呢，有一阵子其实是把时间分去修改在台大的 manuscript， 然后那个时候就用 BioRender 画了一个这个 paper 的 mechanism 机制图，作为整个 paper 的结尾。那这个软体的话，其实我在大约1年前的时候就有听过，就是之前实验室的同学有介绍，实验室的学弟介绍给我这个软体。那一阵子我没有特别去使用，到现在就是真的要画自己的 mechanism 图的时候才着手使用。那可以看到说界面呢，我觉得蛮 friendly 的。首先就是 sign in 跟 sign up 嘛，就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可以到 sign up 去登录的账号。那我已经有账号了，所以直接 sign in 进去。sign in 进去呢，这个他说建议是用 Google Chrome， 不要用 Safari。那我觉得目前好像 Safari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开一张图好了，这张是我在目前瑞士的实验室进行进度报告的时候有用过，那来画我的project 相关的一个介绍的 introduction。那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上面所有的零件都是可以被拆解的。看一下group 是上面所有的图虫啊、寄生虫、弓形虫细胞，然后 cell membrane 以及plasma membrane 还有 cell membrane 等等，还有各个 protein 的名称都可以拆成一个一个文件，一个一个零件这样子。那也可以完全 group 起来，这样比较不会散掉。那我开一个新的图好了。New file， 你可以画一个 new illustration 或者是 poster。poster 的部分等一下开看看，我目前还没有使用BioRender 来做 poster。那 illustration 的话呢，其实它有给你很多 template 可以选择，就是比如说我要画上皮细胞，那你可以选择你要哪一种上皮细胞的图示。然后也可以选择说你要什么颜色，譬如说你如果看到下面零件右下角有一个三角形的话，就代表这个零件是可以分不同种颜色的。然后我就插入一个灰色的上皮细胞。那你可以去修改你的这个零件的透明度，譬如说我要透明度10，或是透明度50。那另外呢，就是可以去就是复制它贴上等等，我觉得其实蛮直观。那其实最好用的是它其实有蛮多不同的template 可以去点选。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更广泛多人讨论的一些主题的话，譬如说stem cell 的 definition， 那就可以直接读取进来。那如果是用来做presentation 的话呢，我觉得就比较方便，而且上面的图都很精致。这个是什么呢？肠道上皮细胞。OK， 那到这边呢，就是例如说你做好一张图，你要输出的时候，就是用 export。就是我发现有一个 bug， 你如果直接按 export 的话，蛮多你的组件会不见，所以是使用圈选的方式将整个 group 圈起来，再按 export， 它才会一起被 export 出来。那我想这个 bug 呢，到后来应该会被修正吧。那 export 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 resolution， 高、中、低。
那以及不同的 file type。那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要用来做presentation 或是 publication 的，就是中或是高阶解析度的输出的话呢，是必须要购买它的 license 的。那我就觉得推荐各位 PI 可以购买一个账号，让整个实验室的学生们使用，实验室成员使用，这样可以大幅提升这个实验室产出的 paper 的精美度。OK， 那虽然说paper 重要还是要有内容啊，总不能随便做一做实验啊，画个美美的图就可以发表这样子。好，那如果我觉得增加你的普罗大众或是其他就是受众呢，去选取你的这个 paper， 去点选这个 paper 的机会这样子。OK， 好，再来就是介绍另外一个功能，我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其实就是 poster view 的功能。那因为我之前的习惯就是直接用传统的 PowerPoint 做就好，所以这边的话我也是跟大家一样觉得蛮新鲜。好，那点选 poster， 那 builder 呢，你可以选择你要哪一种 template，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你要哪一种颜色。那另外在 poster settings 这边呢，可以设定 poster 大小。我记得大多数台湾的参加研讨会习惯就是90×100个，这边可能有一点点跑掉，应该是因为它用 inch 换成公分的关系，就选90×120，那就是台湾常使用的 conference 的海报背板大小。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可以直接把你的图片，然后你的文字拖印进来，你的 title， 单位的标志，然后以及你的作者名称等等，直接拖进来就可以。那也是做完的时候，可以直接 export 出来。那它是我觉得蛮好，是它直接帮你选择建议使用 PDF， 因为之后你送印的时候会格式就比较不会跑掉。OK， 那看一下哪边会有，如果可以找到就是购买金额的话，就可以跟大家说一声。那它这边还有一些就是 PowerPoint 的 templates， 有相当多，你们可以去找寻自己所需要的，或者是你如果不想要 template， 你要一个一个零组件自己设计出来也可以。比如说 immunology，regulation of P53 by MDM2， 或者是 CRISPR，about CRISPR-Cas9 gene editing 等等，这些都是蛮常见的，在生命科学或者是血检验相关的领域当中都蛮常见的。那这边还有一些就是 tutorials， 有关 BioRender 的一些教学影片，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来看看。好，那说到要找看看购买，我看到在这里吧 pricing 的话呢，就是我自己是用 individual， 就是我是有钱的伯后啦，可好啦，也没有到很有钱，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投资，可以提升自己未来的工作质量。此网页正在使用大量机体，关掉。好，那刚刚讲到就是 lab 部分，我觉得就是可以让 PI 做选择。就是你可以给实验室当中的成员，那这里写5个嘛，5个成员使用，然后每个月付$99。OK， 那如果再更棒的话，就是如果你的 institution， 你的机构，比如说中研院生医所啊等等，台大生命科学院啊，愿意购买，然后让所有机构成员去使用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选项。那这边它下面就写啊，就是这些机构都有去
都有购买这个 BioRender， 像是 Roche 是药厂 ，Cellpress， 然后多伦多大学 NIH 等等的 Stanford Medicine 等等这些，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的，这个也是药厂的一些学校、学术机构或者是药厂这样子。好，那今天的小小分享到这边，就终于有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主题了，好像我的 YouTube 频道快要变成澳洲旅游频道了，哥哥。